这是执意要嫁去越南的中国女孩，由于老公好吃懒做不去上班，无奈的小美还跟家婆吵了一架，闹翻之后就带着小宝来到荒野生活。由于前几天下大雨，小美就到邻居家借宿了几天，趁现在天气好便回到自己搭建的家里。推开门后看到现在的场景，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小美更是雪上加霜。由于前几天下起暴雨，把刚搭建没多久的小屋就掀了一个大洞，没办法的她只能找来一些棕榈叶将其补上。没有别人的帮忙，小美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。她把小宝安顿好之后，便用梯子搭在屋顶上，把棕榈叶运送上去。还好屋顶的破损程度还不算很严重，再利用棕榈叶铺设一遍之后，害怕再次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她还得找来一些竹子将其牢牢固定，这样她跟小宝住在这里才能更加安心。现在的屋顶已经做到密不透光的效果，但是前段时间下的雨，室内的地板还没完全干透。修好屋顶的两人在床上愉快的玩耍，趁着现在的天气好，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小美打算自己制作一些家具。她先是把材料锯成合适的长度，本来这些都是男人要做的事情，没办法的小美只能靠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了。心灵手巧的她干起活来还真不赖，桌子的框架也在她一定一锤之下拼凑出来。接着她再找来一根新鲜的竹子，分成合适的长度，并且把竹子分成竹篾。此时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，小美急忙的转移阵地，来到屋檐下搭建。为了家具更加精致，小美不停地将表面的毛刺打磨掉，这样也是为了防止后期使用的时候扎到小宝的手。没用多久时间，小美的第一件家具就搭建好了。光有桌子还不行，还得搭建出椅子。这时不懂小美从哪里搞来一堆四方的木板，像这样的木板用来搭建小板凳就再合适不过了。利用铁钉将3块木板连接在一起，没用多久，2张小板凳就制作完成了。虽然说目前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但是小美却不向现实中的生活低头，反而更加努力把目前的生活过得更好。小美的新家在她的努力下慢慢的在变化着，前段时间抓的小鸡也逐渐长大。这时小美刚要背着小宝出门找吃的，结果门外就传来王大娘的脚步声。原来是大娘觉得他们母子太可怜，于是就徒步上山给他们2个送上食物。送的食物还挺多的，不仅有米还有猪肉，这些食物足以让他们母子俩吃上好几天了。等王大娘走后，小美才开始查看都有些什么食物。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，小美开始生火做饭了。多日没吃饭的她足足煮上2-3斤米，在煮饭前还需要用山泉水把米淘洗一下。等忙完这些，她就可以把锅架在火上煮。而小宝此时饿得把空碗端起来玩耍了，而小美这时才准备要炖养殖了2年半的鸡。今天的这一餐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的丰盛了。转眼间，一只香喷喷的土鸡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一餐母子俩也是吃得格外高兴，而小宝也是直接拿起大鸡腿炫了起来。久违的美食让小宝不禁的舔起手指，但愿小美往后的日子将会越来越好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小美今天再次背着竹篓就上山了。经过翻山越岭之后，她来到一棵长满果实的植被旁。有小伙伴认识这个果实的吗？长得虽然不好看，但是吃起来感觉还行。于是小美就开始利用工具将其逐一卸下，这也将会是她用来换取其他食物的果实。没用多久，她就轻易的薅下一大捧。这些果实她并非打算自己食用，而是处理干净之后拿到集市上卖，从而换取其他食物。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，而且森林里的蚊虫特别多，所以小美只能加快处理速度，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很快他就搞到满满的一箩筐向家的方向走去。山里的路并不是很好走，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踉踉跄跄回到家。刚回到家放下竹篓，就连忙背上另外的背篓出门了。这次出门他是拿着抄网出去的，没用多久就来到河沟旁。看这个架势，他要下河捕鱼不成。只见他在河边小心翼翼地捡起一些石头，原来不是在捡石头，而是开闸放水。随着河水慢慢地从缺口中流走，小美也是静静地躲在树荫下等池塘干涸。在休息的时间里，森林中凑巧走过一群野猪，此时池塘的水也逐渐的变少。小美看见时机成熟之后，便拿起抄网和背篓准备下去大干一场。水已经变得很少，但是还没有发现鱼的迹象，可能这种野池塘大鱼没有小鱼会多点。没多久，网里就捕获了一条小鲤鱼，这些鱼全部都躲在了淤泥里面，只有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才能发现鱼的存在。虽然没有什么大鱼，但是小美也是抓得不亦乐乎。另一个角落鱼还是比较多的，小美拿着抄网走过鱼也四处逃窜。看到桶里的鱼，小美今天的收获还不算少。这一网下去，看来是今天收获最满的一网。在他利用抄网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，池塘里面的鱼最终也被他一网打尽。这时收获满满的他才背起背篓收工了。接着他背着今天的收获来到一处清水区，顺便放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害怕鱼死得过快，他还用清水冲洗一遍，不然还没等拿到集市上卖就已经死翘翘了。等把水全部换好，他就背着鱼货往家的方向走去。他还需要回家拿上今早采摘的果实一起拿去卖。回到邻居家后，他先是把鱼装进塑料袋里，接着就背起
竹篓，提上鱼就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鱼放到清水里先养着。还好小宝有隔壁王大娘帮忙照看，这才让小美有时间出去找寻食物。大娘看到小美回家，也是急忙的道别回家干家务了。小美简单的跟小宝戏耍一下后，便拿来一根芭蕉树切碎喂养家禽。前段时间养殖的小鸭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少，而小美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可以用饲料来喂养它们，而是简简单单的一盆切碎的香蕉树，也能让院子的鸭子吃得格外的开心。等把家禽喂完，小美便把今天的鱼放到桶里，准备拿去卖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她就背着小宝出发了。由于带着小宝就不能去到较远的集市，所以只能提到村口就地处理了。好家伙，这回卖的东西比较多，称都拿来了。刚开始还没人买，小梅只能包着水果给小宝吃。没过多久，第一位顾客就过来买东西了。他对这些野生的小鱼还是比较感兴趣的。这位帅哥也是一下买走2、3斤。开张之后就有络绎不绝的村民来购买，慢慢的地上摆着的水果就变少了。天色已经开始慢慢变暗，小美决定把今天没卖完的水果背回家，改日再卖。这是执意要嫁去越南的小美，由于老公常年都是好吃懒做，家里没有收入来源，被迫带着小孩到山上生活。今天小美打算独自到山上找寻一些竹笋，于是她就把小宝放到了王大娘家帮忙照看。小美的人缘非常的好，所以也得到了父老乡亲的帮助。等把小宝安顿好之后，她就背着竹篓上山了。刚下过大雨，上山的路也异常的湿滑，一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从半山摔下去。还好小美的身手矫健，现在已经开始采摘竹笋了。刚下过雨的竹笋也特别的鲜嫩，而且也躲藏的非常的好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。小美这时也是一路的往山上寻找，没用多久的时间就收到了小半篓。看来今天上山收获还是不错的。小美为了让篮子装得更多，她需要把竹笋的外壳全部剥离掉，最后就剩下可食用的部分。等她把竹笋全部处理好，才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路过一棵绿植旁，还发现小动物再次栖息。有认识刚才的是什么小动物吗？给大家科普一下。转眼间小美就徒步回到了家里。回来的路上，她并没有把小宝一同带回，因为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。小美先是从室外扛回一捆柴火，并且搬到了简易的灶台上点燃。这久违的浓烟似乎小美很久没有做饭了。等把火成功的架好之后，她需要将竹笋全部清洗一遍。今天采摘到的竹笋就满满一大盆，不知道小美是用于晒竹笋干，还是要拿到集市上卖。接着她把处理好的竹笋按顺序摆好在锅中，此时厨房的火烧的已经非常的旺。接着她就把清洗好的竹笋放锅里煮上一段时间。也不懂小美把竹笋制作成什么食物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蒸煮之后，锅里的水也干了。这时小美再次把竹笋端到了室外，把煮好的竹笋再次过一遍凉水，然后就先把竹笋放置在水盆里浸泡着。接着她就背着竹篓再次出门了。没用多久，她就徒步来到了王大娘家里，抱着小宝在院子游走的时候，发现木瓜树已经开花，于是她就用竹竿采摘了一点，说好一点点的线，如今又是满满1箩筐。接着才背着小宝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她把小宝安顿好，紧接着她就开始处理起竹笋。她先是在箩筐里垫上一层干净的塑料膜，然后就用绳子把4、5根竹笋捆扎在一起，如此反复的工作，直至将竹笋捆扎完。等把竹笋处理的差不多后，她继续清理今天在王大娘家采摘的木瓜花，并且把长出来的部分用刀割掉。很快小美就得到了一筐可以卖的商品。等忙完家里的事情，她就背上小宝跟箩筐出门了。去往集市上的路程较远，但也相对卖的高价一些。经过漫长的徒步，她来到一家小超市旁边。很快小美就把自己的商品摆了出来。刚摆出来，隔壁的老板娘都被吸引过来了，一下子就买了满满一大袋的竹笋。很快竹笋就被销售一空，剩下的木瓜花也被大姐一口气买完了。可以说小美今天的运气非常的好，商品很快就卖完了，赚得盆满钵满的她很快就回到了家里。还好小美足够勤快和努力，独自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打造属于自己的小窝。这是嫁去越南的小美和她不满1岁的小孩。今天是他们居住在荒野的101天。前几天山上发生了火灾，小美便觉得这里是个难得种植旱稻的好地方，于是她把周围倒下的树枝砍断清理好。小宝在旁边看见妈妈干活也是哈哈大笑。小美把多余的树枝统一的清理到山脚下后，便收拾东西先回家去。刚回到家里，王大娘正在屋里乘凉。小美趁着大娘在这里，打算把小宝留在家里让大娘照看，这样她就可以拿着稻谷的种子出门了。随后她来到刚整理好的山坡上，她先是把种子放在地上，在播种之前她需要用竹子制作播种的工具。得到竹子后，她需要把竹子一头削尖，没有铁锹的她只能用竹子协助播种。她先是把稻谷的种子放入特制的容器中，然后就把容器绑在腰间，这样播种起来就相对方便些。下一步就是拿着竹竿不断的翻着土，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让种子更容易发芽。接着就把种子撒在刚松好的土地上。如果这一大片的荒地成功的长出旱稻的话，母子俩的温饱就能轻松解决了，并且有剩的稻谷还能拿到集市上卖，从而换取其他食物。小美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，顶着室外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播种了几亩田，每个角落小美都撒上希望的种子。
但愿几个月后这里会是丰收的景象。这一片荒地，小美足足播种了2个半小时。最初锋利的竹子经过无数次的挖掘后，也变得不好用了。等小美再次处理过后，便开始继续种植工作。经过漫长的播种，小美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这项工作。希望个把月之后，地里会长出嫩绿的庄稼。干完活的小美背着竹篓向家里走去。此时王大娘也在细致地照看着小宝。休息片刻之后，小美便准备制作晚饭。她先把火架起，烧上1壶开水。小宝饿得直接勺起碗里的空气吃。小美见状，决定抓上一只养殖了2年半的鸡哥给小宝补补。转眼间，鸡哥就洗好了热水澡，接着被小美放到锅中直接炖了。趁着炖鸡的空档，小美洗了一些青菜，青菜洗好，鸡也炖熟了。接着她就把青菜放入锅中爆炒了起来。虽然家里的条件较为简陋，但是小美做起饭来还是比较认真的。为了感谢王大娘平时的帮忙，小美今天便叫上她一起吃饭。虽然王大娘的年纪大了，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可没少帮小美。